林建威，让我看一眼，就一眼。抄！都现在了，笔试还不能拿满分，你怎么考顶级仙门？考个2流行不行？不行！你要是考不上顶级仙门，我就作死你！那你来吧。凡哥，我错了，我交代，我又背着你签了个同窗互助顶级仙门晋升协议，你要是考不上，我就要被人卖到黑市当。你这么多哥，你真不能退学。我陆凡，今年21岁，是清河县高级修仙学府的修士。如今的我，是学霸班冲击顶级仙门的种子。可几个月前，他们却还称呼我为谁点的外卖？陨落的天才。力量小于1吨，0分。哟，这是在给次力庄挠痒啊？还天才呢！一头猪培训1年都能1拳1吨。京都顾家顾承霄完成天灵根适配，凭借天灵根短短1周便成功结丹，目前已获各名牌仙宗提前关注，或将成为新生代第1人。谢谢大家的关注，我其实只是比同龄人更努力一些而已。顾家用整座灵泉供他修炼，天灵根配上这种资源，谁追得上？有些人就不一样了，灵根保不住，连体魄小测都过不了。那灵根本来是我的。我叫洛凡，清河县人，是个孤儿，但我不认命，因为我相信天道酬勤。而我的努力也的确给了我回报，我觉醒了1000万中无一的天灵根，终于有了跨越阶层的资本。你们干什么？放我出去！洛凡同学，在你灵根觉醒之前，曾办理了天才扶持器。根据合同规定，我们要拿走你的灵根，抵偿你上个月的欠款。不行，那是我翻身的机会。至此，我失去了灵根，并且由于并发症，现在的我甚至无法聚灵。我们走吧，这家伙再过不了体魄小测，就得被学校清退。力量小于1吨，0分。本月最低还款已逾期，请您及时缴费。因为没了灵根，导致我无法完成天才扶持器的条例，背上了债务。过2天就是体魄小考，再不行我就要完蛋了。退学、打工、还债，难道这就是我的宿命吗？怎么回事？我的丹田内怎么会有一片荒地？这是……我竟然可以掌控这片世界。开，合，这不是幻觉，我真的能控制丹田里的世界。既然这片荒地听我的，那外面的东西能不能进去？一点泥土，进去之后竟然变成了土丘。再来试试水。离谱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！这种感觉就像是在捏一张活地图。刚才还是一片死地，
一转眼便有了万物竞发、勃勃生机的景象。没想到，在丹田里，我竟然有着创世神一般的能力。话说，我丹田发生这么多变化，那我现在能不能聚灵？还是聚不了灵，那我在这儿浪费什么时间？如果不想生生世世还债，无论如何都必须把体魄小考混过去。就算是临时抱佛脚也好，再试试吧。不行，到最后依旧感知不到一丝灵气。请于1周内补缴最低还款，否则将进行负债清算。催死我把魂勾走，给你们继续打工得了。看看丹庭里的小世界怎么样了？等等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就一晚上没看，我的丹田里怎么都有人了？他们这是在干嘛？难道是在尝试吐纳和断体？如果说我教会他们吐纳和断体，会发生什么？反正我也无路可退了，来吧，赌一把。教是教完了，有没有用就不是我能管的了。不好，要迟到了。路线设置完成，检测到您预期科目不及格，当前为自动驾驶模式。您的共享飞阶 VIP 还剩最后1天，请及时续费，尊享不被限速的人生。进来吧，抓紧早读。今天要讲体魄小考的资源登记规则。哟，他还不死心啊？努力3年依旧都聚不了灵，没指望了。学校配发的基础零食和训练器具都在桌上，自备资源先登记，实训时禁止混用。陈哥，放学后能带我进你家的聚灵室吗？可以啊，听说你上次考试考得还不错。是啊，我上次总分可是进步了整整5名。林建伟，以前那个位置是我。力量小于1吨，0分。哟，还想着垂死挣扎呀？就因为你，我们的平均指标都要被拖累。反正你也没办法正式毕业，干脆回去算了。说话呀！你们几个学生还能替学校决定这种事情？你是全校第一的林建威，你来干什么？老大，他是不是想亲自指导洛凡？听说林学霸以前也是差生，现在飞上枝头，指导前线成希望也很正常吧？有道理。林姐，那我们就不打扰了。你就是那个拉低全校平均分的洛凡，对吧？抱歉，等体魄小考结束，我会离开的。洛哥，你可千万不能离开啊！不是，这是什么套路？洛哥，
你不能走啊！这卡里有1000灵币，你先拿着用。只要你一句话，我砸锅卖铁也会帮你。等一下，你把我 CPU 干烧了，这是什么新型仙人跳吗？洛哥，别想那么多，你曾经可是超级天才，我相信你，你一定能东山再起。记住，千万别放弃。不是，能不能跟我解释一下这什么情况啊？尊敬的用户，林建威女士名下助学契约已逾期31天，作为亲友增信人，您有义务督促还款，否则将承担连带责任。感谢您的配合，祝星修仙愉快。等会儿，林建威，我什么时候成你亲友了？我认识你吗？还真有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难道是？陆凡同学，能麻烦你帮我签个名吗？哎，又一个来跟我告白的，我这该死的魅力啊！谢谢陆凡同学，你果然和传说中一样是个大好人。他妈的，好人活该被剑指着。当时搭讪的女生太多了，现在想想，这女人就是趁这时候把我给套路了。牛逼！果然当好人的代价就是被坑死。这个世界能依靠的只有自己，还是不行。看来这就是我的命了。这是灵气，我聚灵了。虽然运转效率很低，但是真的在聚灵了。难道说这个世界在替我修炼？虽然能聚灵了，但效率太低了。奇怪，他们的吐纳方式很原始，难道没学会基础吐纳法？怎么回事啊？我传下去的不是基础吐纳法和基础断体诀吗？我吐纳法呢？好家伙，他们这是把基础断体诀给魔改了。但问题是，我吐纳法呢？我那么大一个吐纳法呢？满骨断体诀，肉身为炉，吞灵炼骨，听着就很疼。但是明天就是体魄考，赌一把。反正他们的功法都是我传授的，我抄袭一波也没问题，对吧？这些都太夸张了。不过断体思路倒是可以学习。好痛！好家伙，得亏我这3年来没有自暴自弃。别练了，走了。你这天赋练了也没用。3年来，我每分每秒都未曾放弃，而现在，我感觉我的肌肉正在被这股血液激活。成了！如果只靠满骨断体诀，我的体魄绝不会增长这么快。果然，努力一定会有回报。洛大天才，明天体魄小考记得到场，再不及格就自己签退学申请，给自己留点体面。不懂怎么填的话，我可以现场教你。陈阳，之前我不挑你的理，是因为我确实是个废人。但现在，乾坤未定，我亦是黑马。哟，来这么早？林建威，你还有脸来见我？谁允许你这种差生碰我了？再有下次，折断你的手骨！我操，姐妹，你这反应跟昨天不一样啊！难道你有双重人格啊？
哟哟，骆大天才怎么一大早就躺校门口了？看什么看？差生。没事没事，林姐您继续。洛凡，退学申请书我还给你留着呢，考完别跑啊。洛哥，对不起，刚才外面人太多了，我只能先装一下，不然看见我的形象就毁了。你他妈的！算了，我现在打不过你，先忍你一手。但是林建威，契约款的事，必须给我一个解释。破坏团结的话不要说，来，这个给你。什么意思？你让我磕短效弹药啊？你们差生班不都是天天磕单的吗？不磕单就过不了小测，过不了小测就会降信用评，降了信用评级就批不了契约款，批不了契约款就磕不起单，磕不起单就过不了小测，这不就是针对差生的标准斩杀小连州吗？还有这说法？之前一直无法拒零，没想到反而逃过一劫。行吧，单药我收了，就当收你拿我名字去签契约款的利息。但你记住，我陆凡只靠自己。不是哥们儿，你不是全科0分吗？你装这么帅给谁看啊？所有人按编号测试，禁止携带外物，成绩及时上传。林建威，他来干嘛？不会是专程来看笑话的吧？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学霸班的林建威同学，全校第一，5科满分。但大家也知道，林同学大一时也还在初级班，正是他的努力才能有现在的成绩，所以你们同样不能懈怠，有坚持才有未来。这次请林同学前来，也是给你们做个示范。要不是为了盯着点洛凡，我才懒得来呢。打坏了还得赔，算了，忍一手。一根手指就满分？废话，人家是要冲顶级仙宗的，不像咱们3流仙宗都烧高香了。林学霸是厉害，但咱们初级班也有自己的门面。陈哥昨晚又进家里的聚灵室了吧？不用想，陈哥这次肯定是第一。都是汗水跟努力罢了。陈阳，75分。下一位。下一个，洛凡。来了，再创新低，最低就是0分了，总不能是负的吧？奇怪，他体内没有药性反应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他不会还想着靠自己吧？开始吧。肉身为炉，吞灵炼骨。满分！什么情况？那玩意儿不是只能让人考60分吗？我是不是把好东西给他了？奇怪，没给错呀。等等，他不会是全吃了吧？昨日，清河县骆某因药力反噬陨落。林建威女士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若您拒不配合，我们将对您采取魂拘措施。不行，得查清楚。他要真这么干了，我就得跟他魂幡相见了。不可能！你丹田都废了，怎么可能满分？老师，他一定是作弊了。陈阳，你当这是什么地方？考场上大喊大叫，还敢公然质疑其他同学的测试成果？不是，他肯定……洛凡同学，体魄分满分。陈阳，你给我面壁罚站到下课。下一个。你到底怎么做到的？反正是我自己打出来的，没吃药。你跟我装什么？奇怪，脉络平稳，确实没有药物残留。莫非他也有什么奇遇？行吧，无所谓，反正只要你不退学就行。你成绩回升，我的契约款增信系数也会跟着涨。这个月
说不定还能多薅点掀起的羊毛。学霸都这样，真是没救了。那个洛凡同学，你能不能把昨天给你的那1000灵币还给我？你堂堂全校第一大学霸，甩1000灵币砸人脸上，还好意思要回去？你不是说砸锅卖铁都帮我吗？这锅怎么还带当场赎回的？我妈病情加重了，明天要补一笔钱。那是你妈，不是我妈，哪有给出去的钱还收回来的？求你了嘛，洛凡同学！自从我第一次见到你，就知道你肯定是个大好人。对对对，我就是人太好，才会莫名其妙成了别人的亲友。不过，什么病1000灵币就能治？这你就别管了，我有办法搏一搏。说起来，洛同学，你肯定不甘心就这么待在差生班吧？你也想翻身，对不对？1周后，学校考核，只要综合过线，你就有机会脱离差生班。这就是命运给你的第2次机会，是你从泥里爬出来的第1步，向所有人证明吧，你还没有跌落凡尘。你说话这么中二，你自己不尬吗？你这直男懂不懂啊？这叫情绪价值。道理我都懂，但体魄以外的另外4科根本不可能1周能补上来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可以帮你补课。你会这么好心？当然了，像我这般人美心善，帮助同学也很正常吧？好吧，好吧，我承认，你分涨上去的话，我的征信就会变好。而且，我刚才说的，你真的不心动吗？的确，私教贵得离谱，如果能白嫖他的课，怎么都是赚的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每天放学后，我在自习室等你。怎么感觉这女人又有新阴谋？不知道这坏女人又在打什么算盘。算了，免费私教课不上白不上。考完满分还得舔高管子，这人生真有层次感。来吧，让我看看丹田世界变成什么样了。好家伙，怎么感觉这画风越来越抽象了？记住，灵气毁一生，吐纳非正道，万千修行道，唯有断体高。搞什么？我不是给了吐纳法吗？怎么他们光断体不练气的？那是什么？又散了？难道我们的道统真的是错的？不，绝不能放弃。昔日天道降下了2门功法，定有其深意。天道赐法，我族有路了。吐纳3年，不如我撞山3天，守着那口气，有用吗？法无高低，只是我们走得慢些罢了。原来如此，这个世界灵气太弱，所以吐纳效率太低。体魄能靠断体撑一时，但想真正翻身，必须把巨灵补起来。灵石能提供稳定灵气，如果将灵石投入丹田世界会怎么样？试一试吧。你们都叫我天道了，我也绝不亏待你们。我现在能找的好像就他了吧？不会吧？说好的砸锅卖铁都要帮我，结果1块灵石都薅不出来。手动挡飞剑，学霸出场就是霸气。我就剩这1块下品灵石了，爱要不要？你手怎么回事？一天到晚别管这么宽，管好你自己就行。话说，
你这块灵石，不会是刚从谁手里抢来的吧？犯法的事我可不干。明天放学后补课，别忘了。这女人强得离谱，但日子好像也没比我好到哪儿去。算了，她是全校第一，我一个全校垫底还是别操心了。怎么回事？异动了？难道是地龙翻身？这是地脉之气！天道自下地脉进藏，我们炼气一脉有救了！对，有救了，有救了！赶紧给我好好吐纳，主很在乎。果然。炼气反哺的才是真正的灵气。等我有钱了，再多搞几块灵石试试，有效果，聚灵速度果然提升了。按这个速度，1周之内说不定就能突破炼气2层。放学记得来自习室，别割我，不然我把你扒光扔草场。洛凡同学。昨天体魄小测满分，很不错。只要肯努力，未来还是有希望被仙门录取的。相信大家都看到洛凡的成绩，体魄小测满分，学校会按规定开放额外训练资源。年轻人想要提升，就把基础打牢，成绩达到标准，资源自然会向你开放。期中排名越靠前，能申请的资源就越多。本月正好开放新一批名额，有需要的同学按成绩和进步幅度提交申请。记住，想要拿到更多的资源，你们就必须加倍努力。陆凡，昨天的事还没完。我当了这么久第一。结果被你一个废物当众压过去，你觉得我能咽下这口气？那你得多喝水，顺顺气，不然下面会堵着变成屁。对了，差生班第一我没兴趣，你想当鸡中王就当吧，我的目标是中游班。老大，他不就考了个体魄满分吗？慌得没边了。哼，单科满分而已，真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？我从黑市订了破线灵基液，只要考核当天用上，短时间内体魄能强行破线。洛凡就算体魄满分，也照样会被我踩回泥里。但听说这种药有副作用啊！副作用再大，也比被一个废物踩在头上强。1周后，我要让他知道，废物就算爬起来，也只配被踩回去。坐吧，成绩看5科综合，300分过线。你体魄满分，暂时不用管。眼下最重要的是聚灵，聚灵效率拉不起来，后面3科全是空中楼阁。此外还有实战考核，不过这个不用太担心，差生大多数没兴趣升班，何况差生也基本是互抡王八拳。你现在的体魄基本可以平推。来吧，先试试吐纳。我的天啊，你这聚灵技术怎么差的跟狗啃过一样？我灵根被拔之后根本聚不了灵，我怎么练啊？早知道情况这么差，我就不签合同了。什么合同？没什么，我的意思是，你这情况得加课。现在闭眼吐纳，先感受灵气从鼻息入体，别上来就硬拽。
灵气先过胸腹，再沉丹田，别像送外卖似的怕超时。这里该收，别硬顶；这里该放，别憋着。学霸私教课果然厉害，随便几下，效率几乎翻倍。聚灵速度果然变快了，谢了。自灵根被剥离以后，还第一次有人对我这么耐心。别整这出，就你这水平，接下来每天都得加练。行，不过还是感谢你。谢谢我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把这个签了吧。啊！你又想坑我是吧？你觉得我还会中计吗？你放心，这次真没坑你。何况你现在还有被我坑的价值吗？共同进步补助，好家伙，你们学霸连做好事都能报销，打条了？不然呢？你知道我的私校课一节多贵吗？而且我还能教你点不一样的。签署后双方可以互查位置，这多少有点侵犯隐私吧？像你这样的差生也配有隐私？你厉害，我打不过你，再忍你一手。第一阶段，期中前升上中游班，要是考砸了，还会影响你后续助学契约评级。要是考砸了，你这边怎么办？我妈病情加重了，如果我不想被斩杀线带走，就只能搏一把。合同确实没有问题，比起坑我，这更像是学校想拴住林建威搞的风头。行吧，我签，但共同进步补助对半分，没问题吧？成交。别废话。对了，你刚才说要教我点别人不会的。正常吐息绕大周天很慢，所以我自圆了一套路线，让灵气走短循环。正常不该克丹炼化硬堆聚灵效率吗？你的意思是，我看起来很像能把药当糖果吃的富婆？不像，像把糖果都拿去抵押的狠人。我的功法更适合穷人，嫌弃可以不练，门在那边。不嫌弃，免费私教还自带原创功法，我很懂感恩。来，灵气顺着我的灵气走。现在自己试一遍。不会吧，你这是突破炼气2层的征兆？这是炼气2层了？不对啊，你刚才根本没有突破征兆，怎么会？你这旧术改良的有点离谱吧？那当然，我的资源功法是跟你开玩笑的吗？等等，我要真这么牛逼，卖给仙气当专利，岂不是赚翻了？什么意思？合着你不知道？我研究旧术只是为了提速，但像你这种跑一遍就突破的，我也是第一次见。喂，洛大天才，你该不会一直在扮猪吃虎吧？你见过猪被仙气来回毒打，还能坚持演3年的吗？有道理，你这样子确实不像满脑子装逼的漫剧男主。你没见过少仙？我知道了，别动我妈的药，我马上过去。你先自己练，路线别改，我有事，明天继续。他这个表情，不像去处理小事。炼气一脉起来了，连道碑都亮了。林建威的改良术配上灵脉，我的聚灵效率确实翻倍了。世界流速变慢了，看来功法和灵石投进去后，它也需要时间消化。情已欠费，爱已停机，缘分不在服务区。这运营商倒是挺幽默的。暂时别乱投东西了，再投我要先被现实世界吃掉了。本姑娘给你讲课，你胆子挺肥啊！我牺牲休息时间来给你补课，你倒好，坐着都能睡过去。下次再敢打瞌睡，我绝对不轻饶你。洛凡，等下记得去医务室涂点消肿的，别顶着个包到处乱跑，
知道了，下手没轻没重的，现在还疼着呢。活该！喂，切，幼稚鬼！哟，不错，咱洛大天才这基础可以啊。不是哥们儿，你这也太拉了吧！主教玉器那会儿，我那会儿灵根都没了，哪来的基础？一过1周，体魄又增强了不少，感觉全身充满了力量。破线灵基液，靠前10分钟用，效果猛，副作用也猛，够猛就行。洛凡，体魄小册上你给我的羞辱，我要你加倍奉还。我要让你知道，废物就算爬起来，也只配再摔回去。明天就要考核了，综合过线应该没什么问题。今天就休息一下吧。来，让我看看丹田世界怎么样了。流速好像变快了，看来之前投进去的东西终于快消化完了。那如果我现在再投点东西进去，是不是还能再发育一波？唉，我这家产，老鼠看见了都得赚我2块钱。这东西投入丹田世界会怎么样？这是天赐灵物，让我吸，让我再吸一口，好爽！我还能练，我要再撞3座山！好家伙，这玩意儿副作用这么大呀！还好当初没磕，这磕一枚还不一辈子搭上面。稍微稀释一下吧，别一晚上全给磕死了。行，就这样吧。这雾气虽能短暂提升血气，却会伤人道根，长此以往与引进无异。天道不会赐毒，这雾定是想给我们什么启示。今天我有事来不了，你好好考，加油，林建威。他这几天状态越来越差，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算了，人家是全校第一，还比我懂套路，哪用我来操心？好，看我表演。哟，这不是刚刚爬出来的洛大天才吗？体魄小测拿个满分，就真以为自己翻身了？今天就让你知道，体魄考了满分也得被我踩在脚下。你给我的羞辱，我要你加倍奉还！聚灵测试结束，成绩75分。多亏了坏女人的指导，不然只靠丹田世界，还真达不到75分。搬运诀，起！术法测试结束，成绩64分。符阵测试结束，成绩91分。符阵91，这哥们儿来炸鱼的吧？
玉器测试结束，成绩4分。战略放弃很正确，最后就是最擅长的科目了。聚灵75，术法64，符阵91，玉器4，体魄100，总分334，已及格。1周从全科灵蛋爬到过线，果然没白被坏女人骂。这也太离谱了吧！1周变化这么大，不过是过线而已，真以为自己又能站起来了。只可惜想进中游班，光是达标可不行。这次考核有2位同学过线，洛凡、陈阳，你们要申请补位吗？老师，我申请。陈阳呢？老师，我也想申请。按照规定，差生班名额只有1个，所以要加试实战考核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洛凡同学应该也没问题吧？陈阳不愧是初级班第一，5科都稳定80分上下。相比之下，洛凡简直就是个偏科怪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洛凡体魄是满分啊，说不定有变数。你确实有点本事，1周时间从0分爬到这里，算我看走眼了。那当然。话说，你站上考核台，不会就是想让我借你这个差生第一立威吧？真是狂妄！今天我要让你明白你我之间的差距。破线类药剂，这玩意儿都能搞到，牛啊！听说短时间能把力量爆好几倍。记住，任何人想升中游班都得问过我。这状态，力量至少翻了几倍吧，感觉都不比洛凡差了。好家伙，这就是丹药流吗？听说中游班服用丹药是日常，正好让我提前体验一下中游班强度。好家伙，他现在去考体魄，怕不是也能考满分？陆凡，体魄满分又能怎么样？今天我就用你最得意的东西，把你打回0分。躲，你躲得了吗？谁说我要躲了？你怎么会觉得我需要避你锋芒？一拳，破线灵基液都被他一拳打回去了。不可能！我用了破线灵基液，你的体魄怎么可能比我强？看来你好像没明白一点，你体魄83分，是因为你只有83分，而我体魄100分，是因为初级班上线只有100分。我去，这话也太狠了吧！他当时坠落凡尘，不就是为了现在装逼吗？实战考核结束，洛凡获胜，获得中游班补位资格。恭喜你，洛凡！今天起，你就是中游班的一员了。我早就知道你行。老师，您之前好像不是这样的。那是老师故意给你压力，没有我平时的严格要求，你能把潜力逼出来吗？所以我能通过，主要是您的功劳。主要还是你自己争气，当然，老师的眼光和培养也起了那么一点关键作用。还真是出了点成绩，全世界都围着我转。考过了，轻松加愉快。你那边怎么样？他今天没来，短信也没回。算了，本来也只是利益绑定，连朋友都算不上。林建威那种人，应该也轮不到我操心。
说起来，今天急着去考试，我都忘了看丹田世界怎么样了。药能补人，也能害人。天道赐下的不是药物，是让我们分辨药性的眼睛。拜见药师！我操！我不就一天不关注吗？现在又是什么情况？丹离大人，这是灵脉附近新生的仙草，这株是药物落地后长出来的，血气很重。青光补灵，赤光壮血，灰线伤经脉，不能混在一起用。他这是在变药，这可是大学课程。丹药，这个世界哪来的丹药？难道他们已经学会了炼丹？奇怪啊，如果是炼丹，为什么没看到炉鼎？这点疼痛不算什么。居然是强行引气，这也太费手指了吧！草可补灵，也可伤人。灵气顺了，他能救炼气一脉。谢谢。姑娘，入我河谷，我等奉你为医仙。来我10成，药材、血食、护卫，全都归你调遣。水可载舟，亦可覆舟。从今日起，药物平等的属于这方世界，既不归河谷，也不归10成。谁受伤，谁用药，谁食药，谁炼药。这才是上苍之意。谢药师。明明有着天大的本事，却愿意平等分给众人。这丹离，感觉放现实中活不过3级。不过你放心，你既然叫我一声上苍，我便保你平安无虞。不过这个我要学吗？这样引动灵气，是不是有点太伤手指了？算了，想那么多干啥？先学再说。接下来几天就得辛苦一下我的手指了。学生私自炼丹被查处，涉事者承担巨额赔偿，并移交魂物部门。别吓唬我，我可以不用，但不能不学。还没回，他不会是卷款跑路了吧？压自己5连胜，还真是个赚钱的好方法。那怎么了？这不就是你们想要的吗？我又没压我输。确实，何归，你也的确够强。放眼整个清河县，除了曾经的陆凡，你应该是第1天才。只可惜，你千不该万不该，把主意打到我们这里。怎么，你们黑市想不认账？当然不会，签过的合同大于一切，我们黑市也得讲规矩。不过这个世界只看结果，不认账叫违约，钻漏洞叫商业智慧。有没有考虑过转行，比如黑市打手？哟，这是要我卖身，一辈子给你打工？你不装一体，又是学霸，如果包装一下，肯定能赚大钱。只要你签约，你母亲的药费、助学契约、逾期罚金，全都不是问题。抱歉啊，我的目标是考出清河县。像这种合同，只有某位被挖灵根的大聪明才会签吧。林建威，你的契约款已经逾期了，我们是动不了你，但让你昏睡几天，错过还款节点，还是很容易的。更何况，你母亲还在等这笔钱救急。想清楚，当打手，可比你现在赚多了。你说的对，我这种穷鬼就该认命，别想什么仙考。对，签吧，快签吧！但是我拒绝，我林建威就是喜欢对自以为是的人说不。拦住他！该死，灵气透支严重，什么术法都用不了，希望能逃得掉。
现在怎么办？哼，怕什么？一柄灵气快用完的民用飞剑而已，寒门天才多了去了，但是真正走出清河县的，又有几个？这炼丹路子确实野，但便宜是真便宜，穷鬼福音啊！感觉还是太夸张了，要不我境界突破了再说。不行，我现在哪里拖得起？手中有张底牌也好。这味儿真冲！稳住，别炸！再炸，我今晚晚饭也要没了。成了，草莓味的，又酸又甜。丹修入门没问题了，不过现阶段只能当个底牌。灵脉未枯，功法未挫，为何境界再难寸进？血气能动，却像撞上石壁，推不上去。怪了，过了3天，炼气小人这边最高怎么还是炼气圆满？等等，难道说你们干什么？放我出去！原来如此，是我的丹田拖了全世界后腿。天灵根被拔走以后，丹田受损就没恢复过，他们再努力也会被我限制。天道有缺，便以药补之，道未断，我等便不退。行，你们不退，我也不退。我的问题，我来想办法。他不会真卷款跑路了吧？口头55分，果然没有含金量。但说不通啊，那份合同是按阶段算钱，他要是真跑路，契约款评级也会受影响。算了，他要真遇到危险，应该也不用我来管吧，我还是管好我自己吧。林建威，跑了3天，腿不酸吗？怎么，被我一个人溜了3天，觉得尴尬想挽尊？能跑是本事，跑不掉就是价码不够。赶紧签了，别让老大再跟你浪费时间。好啊，那你们动手试试，看看这种情况下签的合同到底有没有效力，或者你们下点狠手，看看我能赚多少赔偿。林建威，你很聪明，可惜太年轻了。你的债务结构复杂，我们确实不能伤你，可你能躲，你母亲那边怎么办？你们要是敢动我妈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。不放过我们。林建威，你现在连自己都保不住。对我来说，真的只剩这一条路了吗？还在犹豫？没关系，我们等得起，你妈可等不起。嘿，孙贼！谁呀？谁挠我？我体魄100分，这一拳下去动都不动一下。你是那个谁来着？还以为能遇到个粉丝呢，算了。剑来！自动驾驶偏离，请乘客保持平衡。坏女人，走！你怎么来了？怕你卷款跑路。你好像理解错了，我的意思是，你是怎么敢踩着自动挡共享飞剑跑来这里的？什么意思？
黑市共享飞剑禁止入内。不是，你以前不是学神吗？连黑市常识都不知道。我上哪儿知道去？我以前又不逛黑市。检测到违规路线，已为您规划安全通道，自动挡限速限高，还会主动避开违规区域。在黑市，它的速度堪比老人散步。下来，你们跑不了。让开，我来。坏女人，你干嘛？这可是租的，坏了要赔。全线复写中，全线复写已完成，手动挡已解锁，限速已解除。欢迎回来，帅气又美丽的女学霸林建威大小姐。刚才那是什么？你有小爱好我不管，但你刚才是在改装飞剑，弓箭私用可是重罪。别多问，少废话，抓紧！我操！慢点儿！你手别乱动！大姐，我现在这状态还敢动，我命都挂你腰上了。老大，追不上了。跑就跑了，他母亲还在医院，契约款还在催收名单上。哼，他迟早会回来。感谢您的使用，帅气又美丽的女学霸林建威大小姐。下次标检提前说一声，感觉我……喂，你怎么了？走，先上去再说。别碰，我还能走。这女人平时看着挺瘦的，怎么抱起来死沉？这是怎么了？我怎么在你床上？你对我做了什么？姐姐，你说说看，我能对你做什么？我敢对你做什么？谢谢。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妈的病情恶化，要手术，我去黑市打私斗压自己5连胜。本想短时间翻出一笔手术费，结果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盯上了我。他们觉得我比赌票值钱，想逼我签合同。行吧，我送你去医院。不用，黑市不敢下死手。不过连续私斗又跑了3天，我现在灵气处于严重透支状态。放心好了，我这身体休息一下就行。不是，我虽然救了你，但也不用行这么大礼吧？闭嘴！我现在要再去一趟黑市，把之前赢的钱兑出来。就你这样子还去黑市？算了吧，我来帮你。黑市私斗1人1票，赢的钱只能本人兑，你去肯定兑不了。更何况你一个练气期，去了等于送死。谁说我要去黑市了？那你要干嘛？当然是帮你恢复灵气啊！你没来这几天，我去学了点小手艺。你这是在干嘛？你要请我吃烤手指？你这个人，灵气透支到见人就跪，结果嘴上仍不留情。对了，你手里还有没有零食？异常改装记录未处理，请尽快前往。共享飞剑已断连。我零食用完了，你要用就只能用这个。不是姐妹，你拆的这么熟练，真不怕被仙气通缉啊？飞剑都改成这样了，被查出来本来也是死路一条。事多不怕痒，债多不怕催，反正都改装过了，拆了又如何？谁知道？行吧，
你这精神状态活该当全校第一。等等，你这是在炼丹？别说话。给我凝丹。成是成了，就是这五鼎炼丹，多少有点费手指。咱们这儿没药材卖，只能拿营养液和废灵石凑合。品质不高，长得也不太体面，但药效应该凑合。灵氏，丹纹没问题，丹气也没问题。坏女人，你这是在干嘛？验药？废话，谁知道你这是不是从哪儿摸出来的脏东西？我不验怎么敢吃？那你说这药有毛病吗？药力乱，品质低，没有毒性，也不会成瘾。你到底从哪儿学的？自学成才，穷鬼特供版。真的有效？你吃了没事我就放心了。以后我直接当堂客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拿我试药？你等等，我记得私自炼丹，悬赏5万起步，那我是不是？坏女人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是不是在想，把我举报给医药仙起赚一笔以解燃眉之急？你别乱讲，我只是震惊于同学的学习能力。没关系，反正林建威小姐，你也不希望你改装飞剑私拆阵眼的事情被仙起知道吧？哼！你这个阴险小人，明明是你找我要的，你居然还录像！对啊，都是跟你学的。你不能只在回旋剑砸到你的时候才想起来骂别人阴险啊！看来你是觉得我好欺负，把视频删了，不然我现在就杀了你。喂，坏女人，想什么呢？好的，洛凡大人，我知道了，我不会举报你的。不过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到处乱传，我一定在被拘魂之前先弄死你。你这表情也太吓人了吧！放心，等补助一到账，我就把你那份打给你。还有，别以为进了中游班就稳了。怎么，中游班会吃人？差生班的满分在中游班标准下估计只能得0分，中游班只是不被学校当垃圾处理，想升进学霸班，光努力是不够的。你先管好自己吧，别刚走2步又给人跪下了。境界不高，嘴倒是硬。那个，谢谢。你说什么？没事儿，记得好好练习。这坏女人真是从头到脚都写着麻烦。不过她比起其他人，反而算是一股清流。林建威这个免费私教，应该还能继续白嫖。也不知道中游班是什么样的。奇怪，灰雾明明变大了，但怎么感觉演化反而变慢了？等等，难道是因为……明白了，是因为丹离的出现，资源的利用率显著提高，内部消耗少了，试错也少了，没了外部危机，文明就进入稳定发源期了。行吧，慢就慢了，总比每天睁眼看见你们又整出新道总强。上天不语，吾等也需自强。你们这个世界怎么什么都能翻译成大道理？现在流速正常，也该投点新东西进去了。我身边能投进去的东西，好像就剩它了。丹离煤、铜、铁材料都能研究出5鼎炼丹。飞剑虽然常见，但原理却相当复杂，
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演化。这可不是我要拆的啊，是林建威先拆过，我只是顺手研究一下。只有泥土、木头和石头还是不太够。来，给你们加速，铜矿、铁矿，还有乱七八糟我不认识的矿，都安排一点。天道赐矿，此物不可承载灵文，真名刺骨。若以此铸锤铸甲，断体一脉必能再进一步。木可生药，石可藏火，金可成阵，莫非这也是上苍启示？传令两脉，暂不可争抢矿山，先取少量矿石试炼，查其性，再定用法。不是，能不能别什么都一本正经分享？算了，你们加油，希望下次能再给我一点惊喜。这就是上界法器里的符阵。原来如此，金属成阵，符文引气，阵眼调度众流。丹离那个女人真是愚蠢，药力平均分给所有人，强者如何更强？底层血肉本就该做燃料，若以阵为炉，以众生为鼎，把炼气、断体、丹修三脉全都炼进去，那我岂不是能突破炼气，飞升筑基？对钱，别演了，要喊人就赶紧，喊完人就把钱兑了，我赶时间。大学霸果然还是回来了，看来穷鬼再怎么嘴硬，最后也得向钱低头。看来之前灵气透支，让你们对自己的实力产生了错误的理解。他气息恢复了，不对，他恢复的太快了。哼，恢复又怎么样？这里是黑市，不是学府自习室。兑钱或者躺下，你们自己选。林建威，你真以为我们不敢动你？你们一起上吧，我赶时间。帮什么主？都看好了，接下来是正当防卫。剑来！那个是不是林建威？现在女修士都这么吓人，筑基一层打一群筑基，不可能！你之前灵气都透支成那样了，你怎么可能恢复的这么快？你服用丹药了？林小姐，5连胜对付都在卡里了。这你们就别管了，记住，别再打我妈主意，否则……哥，咱现在怎么办？我知道怎么办，告诉上面任务失败，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吧。我们还追吗？追个屁！明明才筑基1层，身上也没挂遗体，却强的不像样。以后这种活谁爱接谁接，反正我不接，给再多也不接。哟，坏女人，事情解决了？钱交了，我妈的病情也暂时稳住了。这是之前说好的你那份。不对啊，钱怎么比说好的多？你又有什么阴谋？私斗赚的钱，交完医药费还剩一点，干脆都给你了。你会这么好心？这卡里不会有什么陷阱吧？闭嘴！本小姐只是不想欠别人人情而已。对了，今天恢复补课，你要是敢割我就把你丑照发学府论坛上。我去，坏女人，你是人啊！知道怕就准时来。嗨，洛凡同学，听说你从初级班打上来的，是不是有投资人了？什么投资人？那你平时吃哪家药？能透露一下吗？你是不是上了什么私教课？哪位老师带的？我自己练的。切，真能装，还自己练的，骗鬼呢！好家伙，
中游班这么现实的吗？今天先做常规训练。练前还要统一服药，不然呢？这不是基操吗？陆凡同学刚从初级班上来，不习惯也正常。今天没准备就算了，你先按普通状态测试吧。听说中游班测试标准高不少，不知道我不服药能考多少分。洛凡，吐纳效率过低，0分。洛凡，搬运诀力量过低，0分。洛凡，巨灵文绘制失败，0分。洛凡，无法上剑，0分。洛凡，力量12吨，40分。茶圣班第一，最好科目才40分，我还以为很厉害呢，结果只能当鱼塘里的王。洛凡，本组综合排名倒数第一。虽然最近疏于修炼满骨断体诀，但之前练出来的体魄竟然只够考40分，看来该重新捡起我的满骨断体诀了。下次考核，我要拿体魄满分，震惊全班。陆凡同学，今天可以理解，但明天千万记得带药，不然你这成绩还是回茶圣班比较好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怎么样，大天才？中游班第一天体验如何？倒数第一，4项0分，差点怀疑人生。正常，我第一天升上中游班的时候，成绩也倒数第一。等你以后进学霸班，会发现更离谱。咦，怎么训练计划上只有4项？体能训练呢？体能训练真需要我来指导吗？你应该有自己的节奏吧？的确，有满骨断体诀的我，不需要额外加练体能。你当初在中游班也吃丹药？没有，我第2周就升到全班中游了，1个月就升学霸班了。我发现他们往死里吃丹药，好像也就那样。行行行，你这波逼装的我给满分。不，我要说的是，你不应该以我为标准，而是应该比我更快。我们都有自己的路，但你要比我更努力，毕竟现在的你可等不起。行，那就卷他们一手，让他们知道莫欺少年穷。经理，黑市那几个打手把任务退掉了，还取消了与我们的后续合作。退掉了？是的，并且这件事情洛凡也有参与。洛凡？哦，那个被挖天灵根的县城希望有点意思。不过比起他，我发现了另一个值得关注的。没想到咱们清河县又出现了一个高价值目标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再练下去，我得从修仙改行修遗书。怎么，刚才还气势满满，这才过了多久？男人
不能说自己不行。你这嘴是被黑市一体改装过吗？一天到晚净讲骚话。你基础这么虚，别说实战了，就这么磨蹭，连5科考试都考不好。我是插班生啊，这几年落了这么多课程，反正监考还早，我稍微休息一下也很正常吧。哦，这样啊。那今天我们放松放松，看看电视吧。京都顾家少爷顾承霄突破结丹后期，或将成为京都新生代第1人。据悉，顾承霄已提前获得顶级仙门资格。顾承霄同学天赋与努力并存，这才是万千学子的好榜样。哇，顾承霄同学太努力了，1个月时间就结丹7层了呢。好像把你的人生偷走的人比你还努力啊。坏女人，你刚才说灵师和灵修的法诀，我有点忘了，你再讲一遍。来，听好了，第1步，引气过目。再来。对，就这样努力。你只有更努力，才能追上顾承霄的尾气。毕竟你要不努力，我合同就要违约了。好，成功了！这下灵师终于入门了。不错，看来我们的大天才还是挺有天赋的。今天就到这里吧。说起来，你天才扶持器的合同还在吗？你想干嘛？合同拿给我看看，今天正好有空，我帮你找找有没有漏洞可以钻。毕竟这个世界上没人比我更懂卡 bug。这是什么卖身契啊，洛大天才，你这都敢签？不行，我得把你记下来，等你老了给你卖保健品。当时宣传页写的是免息、免费入学、寒门天才专项扶持，毕竟我是孤儿，先天信用评级就弱人一等。行了行了，不笑你了。我承认这条款看着确实还行，但最要命的是这条，在清偿债务以前，严禁契约下一笔零金。如果你没钱，他们就会用条款来压榨你，而你甚至不能拆东墙补西墙。就算你真的有机会突破阶级，也有无数个方法把你踢回斩杀线。所以我从一开始就不是被扶持的天才，而是他们提前圈好的肉票。确实，你这个天才甚至比别人还惨一点，其他人只是还钱，而你因为觉醒了天灵根，得还命。不过坑归坑，但只要升到学霸班，合同自动解除。怪不得当初我快升学霸班时学校一直卡着，原来是因为这个。所以努力升到学霸班吧。来吧，我们一起薅掀起羊毛。明白，一起干翻勾套的仙气。很好，今晚先练到12点，拿你的阳寿换未来吧。成了。不知道这些废灵石、营养液炼出来的丹药，到底能发挥成品药的几成功效？不错，效果比预想中强很多。再配合林建威的魔鬼训练法，感觉马上就要突破炼气4层了。唉，真羡慕那些有钱人，顶级丹药当糖吃，哪像我，还得掐着手指算资源。不过这样也挺好，免费的要啥自行车？等等，这是哪儿？这还是我的丹田世界吗？难道之前投进去的飞剑残骸，真被他们推现出符阵体系了？姐，道爷我成了！道爷终于成了！
不好，有人在抽取灵气。所有丹修退后，护住药棚和伤者。你疯了！这阵法再催下去，会抽干两方道统。正因为你们太弱、太慢、太分散，才需要我来重新定义世界法则。炼气、断体、丹修，三脉并立有什么用？我要送你们进炉中团聚。这阵门能反噬力量，再这样下去，弟子们都会被抽空。我操，什么情况？在我肚子里乱搞是吧？今天让你知道什么叫我的世界我做主。等等，这阵纹怎么感觉这么玄奥？这家伙是阵符天才啊！直接拍死，那我岂不是亏大了？不行，得想个办法。坏女人，我有一个朋友画了个抽灵阵，我能不能改成聚灵阵？你那个朋友是你自己吗？你别瞎搞，抽灵阵50年起步。没有，真的是我朋友。抽灵和聚灵本质上是两级，你反接正眼正负极就行了。反接正负极，还好我符阵基础没白学。来吧，把你们的灵血全部交给道爷我，诛粉道爷飞升！我的阵眼怎么？聚灵阵，这是聚灵阵，他在给我们聚灵。怎么回事？我的万灵归炉阵怎么变成这个效果了？我悟了，天道是在告诉我，要先养肥他们，再一口气全练了。这阵法在帮我们搬通气血，不只是聚灵，还能稳住经脉。原来这才是验证师的本领，验证师大才。谢验证师护法。不准拜！我是邪凶，我的目标是毁灭世界。不好，聚灵的效果太强，我的经脉灵气乱了。好，就先抽干你的灵气。在我体内暴走的灵气全部被吸走了。谢验证师护道，谁要护道了？我刚才那是手滑，手滑，你懂吗？这是功德金光，我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？难道这也是天道的意思？我懂了，天道是要我借护道之名行灭界之实，我全懂了。你阵符天赋极高，但心性不稳。从今日起，你与我同住丹庐山修行。说得好，你不就是想监视本座？是。但若你真能让炼气、断体、丹修三脉变得更强，我也愿保你周全。哼，本座只是暂住丹庐山，等你们养肥了，本座迟早还是要毁灭世界。验证师，请。行吧，嘴斜的冒烟，但有丹离盯着，暂时问题不大。此阵无需人力催动，竟能昼夜自行聚灵，连气血都能自动牵引。这阵法比扛石头管用。此阵如一颗灵脉心脏，会让三脉修士时时受益。等等，我现在明明没有修炼，怎么自己在聚灵？好家伙，这聚灵这么厉害，我等于多了个自动修炼的卦。那岂不是说，我就算把时间放在其他科目上，也能自动修炼了？果然，我的聚灵效率也提升了不少。炼气4层成了。不过，我虽然突破了，但丹田世界里至今无人突破筑基，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我的天灵根被拔了。那如果接上租借灵根，能不能暂时补上这块短板？坏女人，你知道哪里能租到便宜的灵根吗？应该没有吧。还是不够，境界越高，
想突破所需要的灵气就越多。接着，坏女人，这玩意儿来路正吗？不会是你从哪里抢来的吧？哼，闭嘴！这是丙级上等雷灵根，女生自用99新，还是原味的哦。我当初可是契约了好几家平台才买下了长期使用权。那你怎么办？你自己不修炼了？学霸班一群菜鸡，我少吐纳几天没事。而且我最近事多，没空修炼。您的订单即将超时，后续还有79单，请尽快送达。哼，这就是你说的事儿多？闭嘴！兼职赚点补贴怎么了？学霸送外卖，路线规划都比别人优雅。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弄丢灵根，明天全校都能看见你裸奔的新闻。明白，雷灵根在，我在，雷灵根丢，我就跑路。哼，按说明接入，别乱改阵眼。还有，接入时有点痛，小心一点。谢了，坏女人。丙级上等，这东西估计比我现在整个人都贵。这脚有点痛我的胳膊。这可是我攒了好久的聚灵丹。今天我要一举突破炼气5层。稳住，稳住，一点小痛而已。忍耐就是要想得开，挺得住。生了，我的孩子生了！首领，给孩子起个名吧。天象变了。他出生之时，神明降雷。从今日起，他叫雷柱。怎么回事？天象突变，这股气息从未见过。上天，莫非又赐下了新的启示？天道降雷，我明白了，这也是天道的新启示，是要我引雷炼人。丙级上等雷灵根，吐纳效率直接翻了1倍，这就是氪金的力量吗？炼气5层成了，氪金就是快啊！没想到丙级灵根和聚灵丹叠在一起，效率提升这么多。不对，我以前可是比甲级灵根更高级的天灵根，现在倒好，自己的卦被人抢了，还得借别人的续命。属于我的东西，迟早有一天要将它夺回来。洛凡同学进步很快嘛，昨天还不知道带药，今天装备都整上了。老规矩，训练前先服药。陆凡，巨灵27分。洛凡，术法18分。洛凡，符阵32分。
测试启动。洛凡，玉器11分。很好，提升巨大，终于从蛋壳里爬出来了。那么老师说一下本月安排，下周开始是为期2周的实训周，学校会联合企业给大家安排实训，帮助大家提前积累工作经验。同学们别不认真，实训分是会影响毕业成绩的。有些同学平时不愿意服药，老师不强迫，但如果到时候实训分低，毕业推荐表不好看，别怪老师没提醒。这意思是我给人打白工还得自己带药呗？冲刺套餐1800，分3期，但如果不买，实训分可能会掉。实训分一掉，下个月契约款利率又要涨。先买吧，先熬过这次再说。这次实训项目是清河灵蟹，周燕同学帮大家牵了不少线，这可是其他学校求之不得的待遇，你们可要好好珍惜。快谢谢周燕。都是为了班级，大家能有机会提升就好。所以大家要珍惜机会，别辜负学校和周燕同学的一番心意。亲爱的同学们，可得好好努力呀！我的生活费就靠你们了。听说你们中游班要实训了，今天我教你2招实用术法。实用？战斗类的？不是，主要是方便你读不了大学去打工。第1招，油门焊死，送外卖专用。不是，啥玩意儿？油门焊死？对啊，好听吧？难崩。别废话，你先试试。重来，重来，重来，重来！这就算入门了吧？很好。那么第2招，掌心通电诀，既如其名，主要用来通电，当然也可以用来战斗。唤起了我不好的记忆。专注。就是这样，战斗中遇到以玉器为主的对手，可能会有奇效。感觉不如直接电人。来吧，继续练，今晚先练到手不会抖。笨蛋，那个不是阵眼。时间久一点，再久一点。不行了，真不行了，我感觉我的手都快烧焦了。你是男人吗？才这么一会儿就坚持不住了？你这么说话，你家里人知道吗？哼，我乐意，要你管。说起来，你们也要开始实训了吧？唉，真羡慕，我也想去。疯了，打白工还羡慕上了？你懂什么？实训可是薅羊毛的好机会。我当年在中游班就靠实训薅过不少资源，本来还想再薅一点，结果掀起玩不起，让学校给我升学罢班了。我去，意思是薅羊毛还能薅出个保送？要不这样，你教我怎么薅羊毛，薅来的东西55分怎么样？可以是可以，但感觉效率太低了。你想干嘛？你说你有没有可能多拉点人一起薅羊毛？同学们，本次实训是学校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，这次的强度很高，但能提前适应掀起节奏，对未来大有帮助。上课就够累了，
现在还得打螺丝。大家不能只看眼前辛苦，仙启愿意给我们机会，说明很重视我们。年轻人提前吃点苦才有未来，现在不拼，难道等毕业了才后悔吗？就是这样，都给我去买套餐啊！周燕同学说得很好，如果有同学担心强度跟不上，可以找老师买套餐，现在买免3期利息，别等实训分掉了才开始后悔。这么算，我可能还要多花1000灵币才能撑过实训。可我手里已经没钱了，怎么办？谨言啊，你最近成绩下滑的挺厉害。你如果再不努力，说不定就得和茶圣办坐一桌了。劝人契约，玩得挺花呀。周岩，你出来一下，有些细节我和你确认一下。来了来了。同学们，我说个事情，大家想不想薅合同里的补贴和药物体验资格？那不是占学校便宜吗？学校给我们机会，我们还占便宜，不太好吧？老师也不容易，这些资源肯定是学校谈下来的，我们应该感恩。不是你们认真的吗？喂，再考虑一下。行吧，我是穷逼，我装不起，该薅就薅，该省就省。谁要是不好意思，可以私下来找我，别怕，丢脸总比欠钱强。如果申请低收入体验装，会不会被当成穷学生？我会不会被同学孤立？老师会不会觉得我不积极投入实训？那个陆凡，如果我真的申请低收入体验装，会不会影响我的声誉？这个问题，我正好可以安排个专业人士给你会诊。林建威，听说他天天指导洛凡，陆凡拉我来，不会也是想我帮忙分担吧？你就是徐谨言。林学姐好，这是我们班的徐谨言，他想问问你，申请补助会不会影响信用评级？不会，你申请的是规则内资源，都是仙启认可的。那他觉得占这种便宜会被老师标记成不积极。你会被标记为不积极的原因只有一个：实训不达标，成绩不合格。学姐怎么这么了解？难道学姐也需要契约和补贴吗？不是，我听朋友说的。朋友？难道是学霸班的朋友？记住，仙启没把你当人，你也别把仙启当人。所以申请体验装，不是丢脸，而是拿回本来就是你的东西。这同学可以，胆子小了点，但看起来挺专业。确实比我靠谱，我当年看合同只会看免息2个字。你那不叫看合同，你那叫给仙启送温暖。奇怪，传闻不是说洛凡是林建威的，怎么感觉他们就是朋友关系？要不还是算了吧，后面好多人看着。看就看，面子重要还是钱重要？条件符合，审核通过。这是本周体验装，使用后记得上传反馈。这比我自己买省了300灵币，省下来的钱够我吃半个月营养液了。体验装居然能便宜这么多，300，整整300。要不我也去试试。各位，仙启愿意给我们实训机会，已经很难得了，大家应该感恩，而不是满脑子想着怎么薅羊毛。万一被别人知道了，岂不是很没面子？那个，请问低收入体验套怎么填？这里，先填家庭收入，
再上传药费和契约款记录。材料齐全的往前走，别堵窗口。哦，对了，我们这边要收10个点的手续费哦。什么？才10个点？这也太良心了吧！按照约定，后来的羊毛咱们拿10个点。如果后续故障反馈能过审，还能再拿一次补偿。哟，小许也来了。林学姐，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？没事，正好我也给你讲讲课。私课？学霸班私课？我不用交钱吗？为什么要交钱？不对呀，坏女人，你那股势力劲儿呢？你是不是被人夺舍了？教差生，学校有奖学金，所以如果你成绩提升了，记得辅导老师填我名字。好的，林学姐，我一定填。全校第一给我上私教课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这女人真是掉钱眼里了。对了，昨天教你的2招练得怎么样了？差不多掌握了。这样，小许，你陪他过2招，我看看你的情况。我不太擅长实战。嘿嘿嘿，那真是不巧，我很擅长实战。小许，接招！等一下，我还没准备好。我操！你不是没准备好吗？泄力绝佳缠步，让对方失去平衡，动作挺熟练嘛。对不起，洛凡同学，我不知道你这么弱。很基础也很实用。而某人吗？连练气期对战的基本逻辑都没有，还敢去偷袭别人？对，所以我不是被人摔了个狗吃屎吗？洛凡同学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没事，不是你的问题，只能怪某些人菜。你记住了，现在你不能光靠猛了。练气期的战斗逻辑其实很简单，由于灵气无法外放，所以这个阶段大多以增强术法为主。当然，有钱的学生也都懂利用符阵与玉器，但这2者存在缺陷，受限于灵气无法外放，符也好，气也好，都必须要用聚灵线引导。但练气期灵气都有上限，所以最终拼的还是体魄。后面也辛苦小许多指点了，他现在最缺的就是中游班常态压力。我会尽量配合的。白天实训，晚上实战。2位，好好努力吧。先领低收入体验装，再拍故障反馈。记住，别乱填，按条款来。收据拍清楚，要贴批号也拍，没有留证，后面不好申诉。小伙子很有进步，居然想到了这一条，思想觉悟很不错嘛。凡哥，明天薅哪家？我这边还有2张反馈券没用。大家别把实训搞得这么不体面，年轻人要懂感恩。感恩个屁！仙启又不替我还契约款。好，练气6层了。白天训练，晚上吐纳，丹田世界还有聚灵阵，这速度真快啊！这才是中游班常态，他们实战再弱，也比你这个插班生强。再来，小许，你不要什么时候都只会泄力加缠步，多变通一下。是。这段时间他一直在补其他科目，但怎么感觉他的境界也一直在涨？嘿嘿，终于把这该死的缠步破了。凡哥，我也要更认真一点了。来，千万别放水。这段时间只丢了点灵石进去，都没怎么关注丹田世界。最可怕的灭世雷体，今日就要现世！燕无咎，你在干什么？干什么？道爷这是在练灭世之躯，你们看不懂吗？
这雷电，我似乎可以吸收。雷柱，住手！不要踏入引雷阵！雷柱，回来，小心有危险！如果能引动雷电，或许能彻底激发身体潜能。他这是在吸收雷电？好家伙，用雷灵气来断体，他疯了吧？不可能，这是我倾注心血布下的灭世雷阵。雷不止在天上，也可在血肉之中。掌心雷，你干什么？谁让你化为己用了？那是本座的灭世雷阵。阵能灭世，也能开路。谢丹离大人指点。也该谢验阵师，没有引雷阵，便没有此法。多谢验阵师指点。闭嘴，不准谢！这邪修嘴上灭世，实际功德都快刷成会员了。掌心雷，按照他的思路，把身体当成导体。虽然我没有引雷阵，不过如果只是学他的思路，我去，这也太帅了吧！等一下！停！我错了，别把我房子炸了，我交不起电费了。掌心雷威力大到差点把我全屋电路干冒烟。虽然没有雷柱那么夸张，但起码当做一个短暂的爆发，没问题。原本预计每周从中流班学生身上转化20万灵币，结果2周只赚了15万，少赚的5万，谁来补？是学生集体申请补贴，实训点没法明面拒绝。那是你无能，在你补上亏空之前，先回销售岗历练一下。明白。爸，情况怎么样？你们班的事儿，你自己解决不了。你班同学薅羊毛，害你爹工作都快丢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生活费减半。洛凡，都是因为你，我要让你付出代价。之前一魔都不来看我，今天倒是有空了。那肯定，我得亲眼看看你怎么挨揍。昨晚我把林姐讲的又复盘了一遍，这几天我发现我各科都进步了许多。别想那么多，正好陪我试一招。好，也让你看看我的进步。缠步，小心了，谨言。掌心雷，什么？凡哥！快停！一晚上不见，你怎么突然这么厉害了？嘿嘿，昨天我在梦里顿悟了。什么意思？你梦里都在被雷劈？坏女人，你别乱说话，我人生快被你毁了。凡哥就是凡哥啊，短短2周进步巨大。你进步不是也很大吗？对了，谨言，有件事情我们想和你商量。我们认为只有你能胜任。只有我能胜任？什么事情？我们准备办个社团，就叫蒲公英助学社，主要是帮助负担不起契约款的学生薅羊毛。我能帮上忙吗？当然，因为我们准备让你当社长。我不行的，我和你们比太普通了。就是因为我们太显眼，所以才只能将此重任交给你。没错，你比我们都细心，更重要的是，你比我们更懂普通人的想法。总感觉你们在变着法嘲笑我。怎么会呢？你也是我们的朋友啊。没错，以后就请多指教了，许社长。我会努力的。距灵测试结束，42分。
法测试结束，33分。稳住。符阵测试结束，50分。玉器测试结束，19分。体魄测试结束，75分，5颗总分219分。行，2周进步了4倍，成果还是很显著的。他不磕丹也长这么快，那我是不是也能少买点丹药跟补剂，少买1组灵机液，我这个月就能少契约600。洛凡，你给我等着！实战考核第1场，洛凡对战周燕。周燕，我记得她好像是中游班前10。洛凡刚升班，他怎么会和周燕匹配到一起？洛凡，你不磕丹也就算了，实训还带着大家薅羊毛，中游班好不容易有实训机会，全被你搞得乌烟瘴气。哼，是吗？我觉得你说的不对。我破坏的不是班级风气，是你爸赚提成的机会吧？什么？周燕他爸在实训掀起？怪不得他一直劝我们买套餐。这次实训掀起，你爸能分到提成，所以你才在实训时才上蹿下跳个没完。你那不是感恩学校，是感恩技校。你当我们傻吗？所以他不是怕我们没体面，是怕他家少赚钱。陆凡，你少血口喷人！今天我必须好好教训你！我操！赤血符、青身符、铁骨符，这3张符1张1000，这货抬手直接把我半年伙食费干进去了。看好了，比武拼的就是投入。实战考核开始。这力量也太可怕了，这就是符箓硬堆出来的体魄。翻飞小心！哎呦我去，还真有点痛啊！看来赤血咒强化的不只是灵气，还有肉身。唉，本来想藏一手，那我也不装了。掌心雷！怎么回事？气势突然变了。刚才一下我都没看清。我不信你能一直躲！捉到你了！给我死！吹得天花乱坠的，我差点真被吓到。结果就这，害我有些期待呢。结果就这，现在该我了。等等，掌心雷！搞定。还好，即便我体魄满分，也依然没有放下过满骨断体诀。刚才是不是硬扛了周燕一拳？刚才那招好帅！硬扛体魄满分1拳，还能毫发无伤。凡哥现在的体魄已经达到学霸班标准了吧？本来我还挺期待升班的，现在看来，中游班前10也就那样吧。本场实战考核结束，洛凡获胜，获得本次实战考核合格。怎么样，没让林大学霸失望吧？哼，
也就那样吧，勉勉强强。不过记住一点，这术法是你自己悟的。明白。林老师要和丢人术法切关。看来你真的很想去操场裸奔。凡哥真厉害，林学姐也愿意教人，能跟他们一起训练真幸运。谨言，接下来考核加油，考试完一起去申请社团。你基础比他稳，别怕输，正常发挥就行。我会努力的。哦，对了，凡哥、林姐，你们为什么想办蒲公英助学社？一定是因为他们想帮助其他像我一样的学生吧？那还用问吗？当然是因为……哪位？洛凡同学，好久不见，恭喜你获得实战考核胜利。我们聊一聊怎么样？洛凡同学，好久不见。我灵根都被你们挖了，你们还找我干嘛？恭喜你，罗凡同学，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关注你的成长。很正常，就像养猪场都很关心猪长了几斤膘。我知道你对我们有怨气，但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。又想骗我签什么卖身契？这次不是骗，是重新给你一个机会。只要你放弃本次升学霸班申请，继续留在中游班，配合我们打造废灵根逆袭样板，天恒仙启可以取消你之前的债务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会额外给你一笔专项补助。10万！你这段时间待在中游班薅资源，费尽心思，又攒了多少？满打满算有5000灵币吗？但现在你只要签字，债务清空，10万到账，留在中游班当明星学生，不比拼命卷学霸班舒服。听起来确实很诱人啊。聪明人就该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路。但是，你们真正的目标本来就不是我吧？为什么这么说？债务清空，10万到手，对我这种穷鬼来说，确实很香。但你好像没提林建威的学习互助对赌条款怎么办？我放弃升班，不就代表着他的阶段目标肯定会失败吗？这样，你们就能把林建威控制在手里。说人话就是，你们给我10万，让我亲手把林建威推进坑里，对吧？看来你确实比以前聪明了。没办法，哪怕是一头猪，被同一条毒蛇咬过几次，也该学会低头看草丛了。我知道这段时间他帮了你不少忙，但是你对他这个人又了解多少？你们相处了这么久，想必他早就把用你名字契约款的事情告诉你了。那我们就谈谈合同。他的这份合同你好像没签过字吧？没有契约约束，如果他不分钱，你拿他有一点办法吗？除此之外，在结识你之后，他还一直在背地里申请了不少辅导补助。你每进步一点，他就能拿一笔钱，更别提他现在的一切本就建立在对你的欺骗和利用上。光是这段时间，他就拿你的努力偷偷赚了小1万灵币。你觉得他值得信任？那这些他告诉过你吗？你无非是想要更多。在这个办公室，我们什么都可以谈。现在你有机会把盗名窃玉的人踩回他本该待的位置。你真的不考虑一下吗？我突然觉得你说的对，这个世界确实没什么人值得信任。但你们有没有考虑过一点，像林建威那种人，怎么可能注意不到这么明显的漏洞？他没写，并不是他没意识到，是他从一开始就没想过我会背刺他。而如果我辜负了他的信任，那我不就变得和你们一样了吗？幼稚！什么叫和我们一样？像你这种下等阶层的人，有什么资格看不起我们？逐利是这个世界人性运转的唯一法则。你为了所谓信任，拒绝10万灵币，将来一定会后悔。不，你搞错了。将来后不后悔我不知道，但我发自内心的觉得，跟着林建威混，比跟着你混更有前途。毕竟，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后悔，
就是因为你们。这个世界上，居然还会有这种多余的家伙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他认清这个世界。我能用钱买他反水，就能拿钱合法的堆出一个他无法战胜的对手。你刚才去哪儿了？仙旗经理找我谈条件，给10万灵币，让我放弃升学霸班，继续留在中游班。等等，你要是留在中游班的话，你不会签了吧？没签，我还屌了他一顿。可惜你没在，不然还能看见我痛骂有钱人的帅气英姿。还好还好，该死，当时事情太多太乱，我都没注意到这事，差点酿成大祸。我操，你这什么反应？你该不会真是没注意到吧？也不是完全没注意到，主要是当时感觉你能被骗到天灵根被挖，这么缺心眼很难坑我一手。他说我会后悔，我现在已经开始后悔了，早知道签了算了。你可以现在回去试试，我就算拼着被魂锯，也得先斩了你。你觉得他值得信任？那这些他告诉过你吗？没事。你没事，我可有事。洛凡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今天是我生日吗？你资料上不就是今天吗？那是以前填资料时随手乱填的，我生日是几天我也不知道。既然如此，从现在开始，你的生日就是今天，反驳无效。你哪来的钱买这个？这你就别管了，羊毛出在羊身上。另外，小许也帮我凑了一点，放心，阵眼和剑槽我都确认过，比共享飞剑强100倍。为什么送飞剑？你这什么表情？别感动，感动容易影响智商。因为你运气太差，遇上会卡距离的人，你会被拉扯到怀疑人生。炼气期灵气都不能外放，怎么被拉扯？少废话，你先试试。我去，响应好快！以前共享飞剑最多撑10几秒，这个居然能转向。这东西不只是代步，也能当远程攻击手段，配合油门焊死术，对方要是以为你玉切差，反而能打个出剑杀。说起来，小许呢？标签都在这儿，人怎么不见了？去交社团申请了。你给我听好，我答应了小许，你升班了，钱分他一份。接下来要冲学霸班，你必须给我好好练，明白没？听见了。凡哥，林学姐，申请已经交上去了，通知我明天去面试。凡哥，生日快乐！我钱不多，只能凑一点点。谢了，小许。我才要谢谢你们，要不是你们，我能过的只有平平无奇的人生。凡哥升班1个月就有机会冲学霸班，真的很厉害。凡哥一定要加油啊！到时候可别忘了我。放心，这一次绝不让大学霸和许社长失望。助学社听起来不像什么正经社团啊。老师，我们不是乱来的，我们主要是想帮助同学。宗旨太模糊，
活动内容也不够明确，先回去改改吧。老师，蒲公英助学社的宗旨是帮助学生合理规划学习资源，提升实训参与度，增强学校整体升学竞争力。之所以你们实训不及格，是因为你们选错了方法。来，看这边。那你们具体活动是什么？整理学习资料，辅导差生，协助中游班同学了解实训流程，同时提升学生对学校合作项目的参与积极性。记住，只有用的东西是免费的，才能让你们有实训积极性。这不就是提高学生资源转化率吗？对的，我们都是为学校着想啊。有全校第一参与，应该没问题吧？很好，祝你们好运。考察期2周，后面补充活动记录，多开展积极向上的助学活动。谢谢老师，我们一定好好做。恭喜啊，今天开始就正式成为许社长。我会努力的。这玩意儿怎么比共享飞剑还倔？我让他转弯，他非要乱跑。不是飞剑倔，是你运气实在菜的离谱。继续。凡哥，我要用符了，你小心。油门焊死术。太厉害了，凡哥！你现在只凭玉器就能打败我了。那当然，我现在也是有坐骑的人了。小许这几天进步也很大，照这个速度，超过周岩肯定没问题。没有，我还差得远。如果不是你们，我肯定走不到这一步。都几巴哥们儿，要不是有你管社团，咱们也用不起这套训练符阵。而且他的飞剑也有你一部分。那我以后一定把账记清楚。对了，你会缠步和谢力术吧？会是会，可那都是很基础的实战术法，林学姐不会吗？本来想学来着，但太基础了，我懒得学。真能装，不就是平时打工用不上吗？少废话，小许，你教教他。缠步是将灵气打散，顺着地面缠绕对方的脚。不是，用脚来引气也太难了吧？谢力术也是一样，用手打散对方的力，转移至脚下。不错，虽然寒酸，但正好能弥补你缺实战术法的问题。术不在贵，实用就行。小许，再来。洛凡，听说你输给洛凡之后，心境受损，成绩也下降了不少。你是谁？怎么进来的？这不重要，但我知道，现在的你，连中游班前10都保不住。想赢，就要有赢的资源。你有办法？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，让你在后面拥有将洛凡彻底踢回底层的机会。我要做什么？不过前提是，接下来1周你要听我安排。稳住，最后一轮周天。炼气7层，成了。越往后越难升啊！我有灵根，有丹田世界，还有林剑威加克，开了一身的挂，结果我现在居然都开始觉得吃力了。
这段时间，丹田世界倒是平稳了不少。丹离，他最早走出丹道，境界也已是丹田世界最强。结果，因为我的上线，他也面临寿元将近。虽说我从他这里学了不少炼丹法，可现实里根本不敢乱练。算了，3天后就是考核，先撑过去再说吧。这次就投禅步和谢力诀，不搞出灭世大活就是胜利。天道又降新法了，这回总不能歪得太离谱吧？一次同时出现2门术法，莫非天道是指引我们将其融合？动静交合，浑然无懈，以柔化劲。一可迟缓敌人的攻击，2可化解敌人的力量。若2者结合，兴许能做到4两拨千斤。阁下，可能向我指点一二。哟，你们河谷的人也开始练肉体了，请阁下全力出手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！接招！再过3天，考察期就结束了，到时候我就真的能当社长了。活动记录、补贴流程、学习资料都要再整理一遍。谁？啊！医生怎么说？肋骨断了3根，灵脉也受了冲击。都是你们！要不是你们带坏谨言，他怎么会躺在这里？谨言以前多听话，老师说买单他就买单。仙启说参加实训他就参加，从不给家里惹事儿。我们对不起。道歉没用，这是因你们而起，医药费必须由你们承担。钱我们会想办法，打伤小雪的人也一定会找到。医药费就不用为难他们了。是你动的手？不是，不过也没差。我们先期某实验品意外暴走，所以误伤了徐谨言同学。为表歉意，我们愿意承担全部医药费以及10万灵币的安抚金。这么多，有什么条件吗？当然有，条件是徐谨言醒后不得再和他们来往。没问题，我们一定看好他，不让他再被带坏。小雪还没醒，你凭什么替他决定？就凭我是他爸！出去，别再祸害我儿子！对不起。真好啊，浑身伤成那样，也就值个10万灵币。要是徐谨言有个3长2短，我一定会杀了你，哪怕承受100年魂锯，我也要让你偿命。让我偿命？如果不是因为太初3约，像你们这样的蝼蚁，也配站着与我说话？太初3约，那是什么？拼命周旋，竭尽全力才勉强达到筑基的井底之蛙。这种问题，你们也配问？好好感谢过去的自己吧。要不是那些合同条款保护着你们，倒在巷子里的
可就不止他一个了。妈的，我最烦这种话只说一半，装完逼就跑的谜语人。打伤徐景言对他而言毫无收益，他就是为了影响我们的心性。3天后就是考核，他想故意以此影响你的道心，等你失控。我知道，但我留下处理小许的事，你先回学校。小许，虽然我们认识不久，但是等着我，我一定会为你讨回公道。许秦言真的被打进医院了？谁知道呢？有些人就是太爱钻空子，到处薅羊毛，被人记恨也是活该。人还在昏迷，你说这种话合适吗？哼，没钱就想着这些歪门邪道，他不遭报应，谁遭报应？周燕，是不是你干的？你说什么？该不会是某位预备社长被打伤那事儿吧？谁看见了？有证据吗？怎么不敢动手？没关系，后面有的是机会。1周后就是考核，想升班还要参加实战加试。陆凡同学，你上次的表现很漂亮，希望这一次你别沦落到和那个许晋言一样的下场。可恶，为什么控不住飞剑？再来！奇怪了，今天的掌心雷为什么会咬人？果然，自小许出事之后，他的道心彻底乱了。行了，先别折腾飞剑了，来跟我打一场。你拿这个？这个够了。那我真来了。掌心雷。果不其然，现在的你恐怕还不如之前的周嫣。开什么玩笑？周嫣明明是我的手下败将。那时的你可没有像现在这样昭昭怨气。痛！你的掌心雷威力确实夸张，但像你这样乱打一通，也就只能打打木桩了。有的人嘴上装作无所谓，身体倒是挺诚实。是，我承认，自小许出事以后，我的心一直就静不下来。每次运转功法，我都能想起他。很正常，道心本就是修仙之本，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。对方也确实聪明，10万灵币就能买你道心受损。要是这口气一直堵着，估计考核真的危险了。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怎么知道怎么办？但我知道，你要是再这么3心2意，小许是真的会生气的。看着前面的目标。咦，灵气真的平静下来了。这就对了，摒弃杂念，重拾道心。毕竟你接下来面对的，恐怕不只是周岩本人。仙启既然下场，就一定会把他堆到极其夸张的程度。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你有几成胜算。我会尽力。我当然知道，不过为了确保胜利，我再借你一样东西。
这是什么？不会是什么奇怪的契约吧？透灵印是我以前偶然得到的一枚灵印，推动以后可以强行透支体内灵气，但用完以后必须加倍吐纳归还，逾期不还就会遭到反噬。好家伙，我还第一次听说要还债的外挂。咦，等等，你之前去黑市压自己5连胜，不会就靠的这个吧？对，第5场时，我把剩余灵气全透支了，代价是灵气枯竭，被黑市追了好几天。牛逼，契约仙子恐怖如斯。别贫，透灵印风险很大，不能随便用。仙启多半也是发现了它，才会一直盯着我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你真要借给我？以前说扒光你扔操场都是开玩笑，但这次你要是输了，我绝对说到做到。我明白，小许，一条人命，于他们而言，也不过是毁我道心的筹码，所以在考场上，我必须赢他们一次。为小许报仇。为小许报仇。哼，还在研究你们那个什么以柔克刚，我看就是花架子。接招！不会吧？你们真练成了？谢丽，小子，你们河谷的人还真够玄乎的。对了，这招叫什么？动随流水，静归藏，任他万象化苍茫。此法我将其命为太极。好，好，好！我倒要看看这太极的极限在哪里。好家伙，太极！他们这是把禅步和泄力诀给融合了。禅步控位，泄力化劲，合在一起确实顺手，能以柔克刚，以弱胜强，也算是不错的术法。果然，这招节奏太慢。要贴身，要摆出架势，还不能先手，只能以静制动。果然，我还是更喜欢掌心雷、透灵印这种数值的美。不过倒是挺适合小许的，他肯定喜欢这种亲民术法。等他醒了，交给他当小礼物，算是对他无妄之灾的补偿。丹离大人，近日怎么没看见燕无咎？他最近在做什么？自从几次受挫后，他便闭关了。他会这么老实？他说，除非境界足以碾压所有人，否则绝不出关。倒也像他说得出来的话。前辈，今日的病人交给我们吧。没关系，我还有一些时日。您的气血越来越弱，不能再继续炼药了。我本就寿元将近，天道绝不会薄待好人，我相信天道一定会有办法。生死有数，我并不眷恋尘世，我只是不舍这方世界，还有这么多病人。哟，坏女人，你不是去照顾阿姨了吗？今早我跟我妈吹牛说，我的首席大弟子将彻底惩治坏人，所以某人今天应该不会让我被打脸吧？这还用说？对了，小许怎么样了？还没醒，不过医生说情况稳定。那就好。学校会直播实战，
小许醒了的话肯定会看，别让他刚醒就看见你在台上丢人。放心，今天保证不给病号添堵。聚灵测试66分，术法测试64分，玉器测试62分，体魄测试100分，已达到学霸班升班最低分数线。从茶升班爬上来才多久？基础成绩上来了，又能怎么样？真正决定升班的是实战。这次，你还能靠小聪明赢我吗？根据规定，填了升班志愿的学生将进行实战加试。洛凡、周燕，请上对战台。哦，那是灵界一体外骨骼。一体炼气器竟然能接入一体，说起来还真得感谢你，没有你，我一辈子都没这种机会。这东西是真的？你不是喜欢薅羊毛吗？今天就让你看看，羊毛薅再多，也比不过真正的一只羊。这力量相比之前竟然提升了这么多！好家伙，连经由满骨断体诀锻炼的体魄竟然都扛不住，看来光靠体魄是不足以战胜周燕了。不过你有你的一体，我也有我的底牌，这种一体结构复杂，只要用掌雷扰乱灵气通路，就能一击结束。掌心雷！这是绝缘符。上次我就是输给你的雷灵气，这次我又怎么会不做足准备？可恶，掌心雷竟发挥不出效果。进来。这就是林建威送你的飞剑。这剑看起来确实不错，可惜我也早有应对之策。炼气器实战手法单一，容易预测。那家伙果然做足了准备。所谓实战，说到底拼的就是钱。实训测试还有那几次战斗，早就把他的习惯交代得清清楚楚。这套一体本就是为了克制你量身定做的，现在的你们还有多少底牌能用？林建威说的没错，仙气真的把周燕堆到了极限。果然只会一些下三滥的路，一旦没了那些奇淫巧技，你也就是个会吠叫的土狗。什么？透灵印？咦，灵气数值还在上涨？不会吧？洛凡居然也是炼气圆满？林建威果然把那东西交给你了。你说什么？不会吧？难道说他们连透灵印都做了针对？黑石那群废物虽然没控制住林建威，但好歹留下了他5连战的斗法记录。灵气异常暴涨，战后经脉透支。推断他有透支手段，并不困难。他既然舍得把雷灵根借给洛凡，自然也可能把自己的保命底牌借出去。你们确实天赋异禀，只可惜对这个世界了解还是太浅。异灵符造价昂贵，且使用场景局限，普通人根本不会携带。所以他们肯定是提前做了准备。怎么不继续？
你的底牌确实不少，飞剑、灵根、灵印，还有林剑威教你的穷人术法，以及你本身变态的修炼天赋。可惜在灵璧面前，一文不值。努力，不薅羊毛。你们挂在嘴边的东西，现在有什么用？真正的资源面前，他们什么都不是。认输吧，洛凡，承认你们这些穷鬼根本改变不了什么。异服巫封住了透灵印，他现在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灵气。小雪，对不起，我恐怕没办法替你报仇了。哼，像你这样的垃圾，就该滚回差生班。天地灵气正在倒流，天裂开了！天道受草，莫非河谷修士入阵补天？不行，长老，灵气根本补不上去。石城修士灌注血气！不行，效率太低了，根本不足以补天。丹庐山开药气，护住灵脉。让我也来，我还能出一口气。我这条命是丹离大人给的，现在该轮到我来偿还了。这效率太低了，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更高效率的转换？抽灵阵，前辈，您难道是想请那个邪修？此界阵道，唯燕无救一人熟知。可那疯子会救人？我不知道，但现在恐怕只有他的抽灵阵能挽回行将崩塌的天道。燕无救，吵什么？还嫌本座丢人没丢够吗？天道受创了，我们需要你帮忙。天道受创，关本座屁事。天道有难，我丹麦丹离，恳请验阵师出山。河谷炼气修士恳请验阵师出山。石城炼体修士恳请验阵师出山。你们这是何意？莫非又想戏弄本座？若是天道崩塌，此界众生皆亡。我不信你，但我信丹离前辈。你们一群蠢货！说吧，你们到底要本座做什么？抽灵阵会上根基，撑不住就滚出去。开始吧！一群疯子！不够，纵使汇集此界所有人灵血气，仍不及崩塌速度。我明白了，那便由我先行。你疯了！你这是想把自己给献祭了？你那点灵气经不起抽灵阵一转，赶紧滚出来！丹麦听令，随我入阵。谨遵山主令。你们也疯了！这条命是丹庐山给的，如今还给这方天地。丹离大人，此方世界怎能离了你？让我来！雷柱，你还年轻，我寿元已尽，正好陪这方天地走完最后一场。可你救了那么多人，怎么能让你……蠢货！你们要是进了这抽灵阵，是补天还是补人，由本座决定。只要本座把这些灵力吞了，本座便是此方天地唯一筑基期。我知道，补天也好，补人也罢，你自己决定。
但我知道你会做出正确的决定。蠢货！什么叫正确的决定？人不为己，天诛地亡。本座怎么可能放过如此机缘？丹离大人，雷主，替我照顾好这个世界。这就是本座梦寐以求的力量。本座不懂，你究竟哪儿来的信心，拿千百性命于此界生机，毒本座会去补这个天！本座才是这世间唯一，这天道不经本座允许，亦不准崩塌。本座已耗尽全部灵气，如今与凡人无异。丹离，你最好没赌错。为什么还不认输？被打成了这样，难道还以为自己能翻盘？洛凡，认输吧，再撑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了。不行。怎么回事？这灵气从哪来的？有灵气又如何？只要有绝缘符在，你的雷灵气就伤害不了我。不对，这不是雷灵气，这是无属性的灵气。莫非丹田世界里发生了什么？有灵气又如何？你的底牌都用完了，难道说你想凭你100分的体魄胜过我的一起？没错，我的底牌现在都用不了，但是我还有一招特别好用的术法。蒲公英助学社的许金岩社长教给我的。来吧。哼，这是什么？健身操？奇怪，看起来浑身破绽，但我竟莫名感到无从下手。哼，装腔作势，看招！动静交合，文然无隙，以柔化劲。我的全力一击，居然破不了这招。刚那一拳起码50吨威力吧？为什么会打偏？之前是我说话大声了。此招看似朴实无华，但只是因为我太过追求数值。谁能想到，2个平民术法相结合，会有如此威能？现在我很确定，再强的力量，也不可能破了这太极。奇淫巧术，只要力量够强，我不信你能全部化解。果然，你不可能化解我的全部力量。没错，但谁说我需要防下你的每一招？闭嘴！你知道我这一身一体有多贵吗？就凭你这下等人，也还对我指指点点？怎么可能？为什么打不中？资料里根本没有这种术数。没了资料就不会战斗，真可怜啊！等等，怎么回事？这是我自己的力量。对，物归原主。等等，停下！快停下！周燕失去战斗能力，洛凡胜。本场考核结束，洛凡获胜。看见了吗，坏女人？我赢了。没错，我们赢了。没想到这一战透支了我这么多灵力。果然，丹田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丹修一脉
已经几乎全部消亡了。难道从此以后，丹脉就要断绝了？山壁上有字！丹道不属于丹庐山，只要心系苍生，任何人都有资格修习丹道。丹离虽然仙逝，却把火种留给了所有人。或许你对我而言，只是我丹田世界里的小人，但从今天开始，我也会继承你的遗志。毕竟某种意义上，我也算是丹脉传人。如果没有你的炼丹法，我就不可能炼出聚灵丹，自然也不可能炼气圆满。洛凡，徐谨言醒了，不在。快点儿，我手都快麻了。轻点，轻点，我伤还没恢复呢。叔叔阿姨不在吧？他们去取药了。我看回放了，凡哥果然很厉害。厉害个屁！差点被打成第2个病号。确实，要不是我英明神武借出灵印，他早被打散架了。确实，透灵印对胜利贡献重大，高达0%。你们还是这么有精神。相比之下，你教我的术法更有用。如果不是那2个被轻视的寒酸术法，我不可能赢。谢谢你，凡哥。对了，社团申请已经通过了。哦，这么快？凡哥，你们为什么取这个名字？是不是因为蒲公英不是长在花园里的花吗？它长在路边，也长在墙缝里，没人浇水，也没人保护，可风一吹，它还是能把种子撒出去。我觉得这个就不错，言简意赅。不行，这名字能通过审核，我当场把这张纸吃掉。就叫蒲公英助学社吧。为什么用蒲公英？这名字看着比较正经，说不定能通过审批。一开始其实没你想的那么高尚。不过以前为什么叫这个不重要。从今天开始，蒲公英助学社就是这个意思。那我们就让种子多飞出去一点。叔叔阿姨回来了，撤。明天见，许社长，我们在学霸班等你。谢谢你们。